第一课，爱与尊重的力量。事实上，如果他们彼此相爱，互相尊重，可能不会有太多问题。这是一个深刻的见解。爱与尊重确实能够改变人际关系。是的，它为理解和沟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我同意。当人们感到被尊重时，他们更愿意分享自己的想法。没错，它营造了一种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受到重视的环境。你认为有哪些方式可以表达尊重？积极倾听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这表明你重视他们的意见。当然，眼神交流和点头也能表示参与。表达感谢呢？这会产生很大的作用。没错，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能让别人感到被认可。爱可以用很多方式表达，例如一些小小的善举。没错，小小的举动往往意义非凡。你认为爱和尊重对家庭有何影响？他们创造了一个有利于每个人成长的环境。我完全同意，这有助于建立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。信任是牢固家庭关系的基础。那么友谊呢？爱和尊重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？在友谊中，他们培养忠诚，并在困难时期互相支持。是的，互相尊重的朋友可以共同应对挑战。让我们在所有关系中培养爱与尊重。没错，携手并进，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。第二课，一起做饭。时机正好，我们先用油煎一下鸡肉。听起来不错。你喜欢用哪种油？我通常选择橄榄油，它能增添美妙的风味。橄榄油真是个绝佳的选择。我应该先把鸡肉切块吗？好的，切成小块有助于均匀受热。我马上就去办。你觉得我们需要多少块？大约1磅就足够我们客人使用了。太好了，我会确保把食物切成一口大小，方便食用。太好了，你忙的时候，我来加热平底锅。太好了，鸡肉应该用什么调味料呢？我建议加盐、胡椒粉和少许蒜粉。这些都是经典之选。我几乎每道菜都喜欢加蒜。我也是，它让味道更有层次感。炒菜的时候需要加甜椒和蔬菜吗？洋葱跟鸡肉搭配起来简直完美。趁鸡肉煮熟的时候，我会把那些食材切好。团队合作太棒了，这顿饭肯定会很美味。我很期待看到结果。祝您晚餐愉快，与好友相聚愉快。第三课，沙皇的垮台。你知道俄罗斯是欧洲最古老的君主制国家之一吗？
是的，思考它的历史和影响真是令人着迷。1917至1918年，沙皇统治即将结束。那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期，俄国革命改变了一切。没错，沙皇的垮台标志着俄罗斯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。他们垮台的原因有哪些？经济困境和对领导层的不满起了很大作用。是的，很多人对他们所面临的处境感到不满。人们认为沙皇脱离了普通民众。这可以理解，他们怎么可能体会到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艰辛呢？没错，这种脱节导致了大范围的动荡和抗议。对所有参与者来说，那场革命一定是一段混乱的时期。的确如此，人们在为自己的权利和更美好的未来而战。我只能想象那段时期人们的恐惧和不安。是的，但这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变革和改革的渴望。这种愿望最终促成了新政府的建立。的确如此，布尔什维克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俄罗斯。历史的转折如此剧烈，真是令人着迷。当然，我们应该从过去吸取教训。第4课，与朋友重新建立联系。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。是的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下次我们不要等这么久了。我完全同意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。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？我工作一直很忙，但还是抽出时间进行了一次短途旅行。听起来真棒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山区游览了。大自然确实有抚慰人心的力量。没错，你呢？你最近在忙些什么？我一直专注于我的艺术创作。我参加了一个绘画班。太棒了！绘画真是释放创造力的好方法。是的，这段经历让我感到无比充实。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灵感。我很想看看你的作品。我很乐意向您展示。我为自己的进步感到自豪。让我们一起支持彼此的爱好。当然，鼓励朋友追求自己的目标非常重要。我们应该安排一天时间一起去参观美术馆。听起来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，我会非常喜欢的。让我们尽快实现它。第5课，发现当地宝藏。我听说那里有个摊位在卖传统围巾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我们去找找看。我想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材质的围巾。我希望他们是用柔软、优质的面料制成的。没错，一条漂亮的围巾可以提升任何一套服装的档次。
没错，而且这会是一件很棒的纪念品。你喜欢鲜艳的颜色，还是更柔和的中性色调？我喜欢鲜艳的颜色，它们能为我的衣橱增添一抹亮色。没错，色彩鲜艳的围巾非常引人注目。你呢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喜欢大地色系，它们用途广泛，而且能给人带来平静的感觉。这些真漂亮，可以搭配很多衣服。我们来问问供应商，他们有哪些不同的款式。好主意，我对传统图案很感兴趣。我敢肯定，他们都有独特的设计，讲述着各自的故事。是的，每种图案都可能代表着特殊的含义。到了，我看到那边的摊位了。太好了，让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产品。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有哪些选择。第6课，应对停电。好了，别着急，现在应该已经恢复供电了。但愿如此，这里没灯的时候挺黑的。是的，但是蜡烛确实能营造出很好的氛围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，感觉温馨又有点浪漫。没错，或许我们应该更频繁的享用烛光晚餐。听起来真不错。你会为这种场合做什么菜呢？我会做意面配自制酱汁，这道菜一直都很受欢迎。意面听起来真棒，我可以准备一份新鲜的沙拉来搭配。太好了，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一定会令人难忘。没错，我又能听到冰箱嗡嗡作响了。这是个好兆头，希望电力已经完全恢复。是的，我已经准备好让灯光照亮这个房间了。希望它能尽快发生。我有一部电影，我们可以一起看。看电影听起来不错，你有什么想看的电影吗？我当时在想一部经典喜剧，它总能让人心情愉悦。我喜欢经典喜剧，它们总能让我开怀大笑。祝您今晚余下的时间愉快，无论有没有电。第7课，职业抱负。你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什么偏好？我对各个行业都持开放态度，但我对科技行业有着浓厚的兴趣。科技领域真是太迷人了，你究竟被它哪些方面吸引呢？我喜欢它不断发展变化，并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没错，总有新东西需要学习。没错，我喜欢能激发我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挑战。您是否考虑过科技行业内的具体职位？是的，我对用户体验设计特别感兴趣。用户体验设计至关重要，它使技术更易于使用且令人愉悦。我同意，
创建直观易用的界面会对用户产生重大影响。你呢？你对职业有什么偏好？我对各个领域都持开放态度，但我更倾向于市场营销。市场营销令人兴奋，它将创造力与策略完美结合。是的，我喜欢创作能引起人们共鸣的信息。你有没有考虑过专攻数字营销？我有。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中，数字营销至关重要。没错，分析数据和调整策略的能力至关重要。没错，我想走在创新营销技术的前沿。让我们为追求梦想、创造价值而干杯。第8课，集思广益，提出创意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真是太好了。你具体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在想，我们可以组织一次社区清洁日活动。听起来太棒了，这会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，还能美化我们的社区。没错，我们可以提供垃圾袋和手套之类的物资。好主意，提供一些奖励，比如茶点，可以吸引更多志愿者。没错，辛苦工作一天后，谁不喜欢吃点零食呢？是否可以考虑邀请当地企业赞助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，他们可能会捐赠物资或食物。我们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宣传此次活动，以提高其知名度。当然，一个朗朗上口的话题标签可以帮助传播信息。我可以设计一些传单，在社区里发放。那太好了，视觉效果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。我们应该确定清理工作的日期和地点吗？好的，我觉得周六上午最合适。听起来不错，人们周末通常都有空。我会向当地公园管理处询问预定场地的事宜。太好了，我们来敲定细节，以便开始推广。让我们携手共创积极影响。是的，我很高兴能够将社区凝聚在一起。第9课，寻找丢失的物品。是的，上面有个标签，上面有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。太好了，这应该能让流程更简单。我希望他们能尽快找到它，我真的非常需要那件东西。我明白，丢失重要的东西确实会让人很焦虑。确实如此，我一直在想我可能把它放在哪里了。你上次服用后有没有重新梳理过你的服用路线？我找过了，我去了咖啡馆和图书馆，但都没找到。至少你做事很细致，这在搜索时很重要。是的，我只希望他没有和别人的东西混淆。有了标签，退货的几率应该会更高。但愿如此，如果他们能尽快找到，我将不胜感激。
我会帮你向工作人员询问此事。谢谢，您的支持让我觉得这种情况没那么可怕了。这就是朋友的意义，我们一定会一起度过难关。祝我顺利找到丢失的物品。第10课，活动策划。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场地，并为活动找到一个便利的地点。当然，一个好的场地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我同意，它应该方便所有人使用。我将立即开始寻找合适的地点。听起来不错。你心目中的场地类型是什么？社区中心是理想的选择，它通常空间充足。是的，而且他们通常还提供桌椅，很方便。我会查看他们近期是否有空位。好主意，我们也应该考虑他们提供的配套设施。是的，有厨房或餐饮设施会是很大的优势。这将大大简化餐饮安排。我也会寻找附近的公园作为户外活动的选择。户外场地可以营造出宜人的氛围，尤其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。没错，新鲜空气可以提升与会者的体验。我们应该为场地设定预算吗？是的，这有助于我们缩小选择范围。你可以趁你查看社区中心的时候，帮我找一些价格合适的场地。太好了，我们稍后再比较一下研究结果。让我们一起寻找举办活动的理想场地吧。第11课，艺术的影响。这个展览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没错，所展现出的创造力令人惊叹。它确实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。是的，每一件作品都讲述着一个独特的故事，能够引发人们的讨论。我特别喜欢这幅画中色彩的运用。它唤起了人们如此强烈的情感。你看到它时有什么感觉？我感到无比喜悦和充满活力，这真令人振奋。我完全同意，艺术确实能影响我们的情绪。角落里的那座雕塑怎么样？它很引人注目。没错，那些精巧的细节令人着迷。我想知道是什么启发了这位艺术家创作这幅作品。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艺术家常常从个人经历中汲取灵感。这让我很想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的背景信息。没错，理解艺术家的意图可以加深观赏体验。我们需要查阅展览指南以获取更多信息吗？听起来不错，我想多了解一些我喜欢的东西。让我们一起探索艺术及其背后的故事吧。第12课，鱼类和海洋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鱼儿似乎总是深情地凝视着大海？的确，它们仿佛梦想着去港口之外的冒险。
这不禁让人好奇，波涛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？或许他们看到了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，渴望去探索它。没错，海洋充满了奥秘。想想看，鱼儿们能讲述多少故事啊？他们可能会谈论横渡洋流的伟大旅程，或者与鲸鱼和海豚等雄伟生物的邂逅。那些遭遇肯定会非常刺激。我仿佛能听到一条鱼说，总有一天我会游得远方。那条鱼一定会激励其他人敢于梦想。或许他们应该开办一个养鱼学校，教小鱼们勇敢。真是个绝妙的主意。游向港湾之外可以作为他们的座右铭。每条鱼都会聚集在岸边，渴望学习。我能看到他们在练习跳跃，准备纵身跃入深海。他们需要一位勇敢的领导者，一位不畏惧深入探索的领导者。或许一条睿智的老鱼可以为他们指引方向，讲述大海的故事。是的，那位领导者会提醒他们，真正的冒险在海洋中等待着他们。见证他们的旅程展开，岂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？当然，这将是一场展现勇气和探索精神的盛宴。就像我们一样，在这里一起探索想法，共同学习。没错，每一次对话都让我们对彼此的理解更深入。谁知道呢？或许我们能激励其他人也投身于知识的海洋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们的故事，就像鱼儿梦想着浩瀚的海洋一样。第13课，捕捉瞬间。你是否曾想过，如何才能拍出精彩的照片？当然，我认为耐心是关键。没错，等待合适的时机，往往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。没错，你也必须注意周围的细节。没错，一些小细节就能显著提升照片质量。例如，光线照射在物体上的方式可以创造出奇妙的效果。没错，自然光通常是摄影的最佳光线。拍摄角度呢？它们可以极大地改变照片所讲述的故事。当然，尝试不同的视角至关重要。我建议偶尔蹲下来，这样可以获得独特的视角。真是个好建议。你试过在日落前的黄金时段拍照吗？没错，柔和的光线非常适合拍摄人像。听起来，我们应该计划一次拍照活动。我太想那样了。我们可以一起练习这些技巧。太好了，我们一定要保持耐心和细心。同意，只要勤加练习，我们的技能很快就能提高。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们创作出的精美图片。我也是，记录瞬间真的很有意义。没错，让我们开启这段摄影之旅吧。第14课，吉他之旅。我非常钦佩你，坚持在线
学习吉他的努力。谢谢，我尽量经常练习。你多久玩一次？我每周练习3次，这是我难得的放松方式。太棒了！你最近在学什么歌？我正在练习一首经典曲目，它的扫弦节奏很有挑战性。经典歌曲通常都是如此。你有没有考虑过尝试一些更简单的歌曲呢？我确实尝试过，但我决心先掌握这个。这真是个很棒的心态。坚持不懈是学习的关键。我同意。每次遇到困难时，我都会提醒自己它带来的快乐。没错，音乐确实能振奋人心。说到学习，你觉得和朋友一起学习更容易吗？当然，一起练习会让练习更有趣。我考虑过组建一个小组，应该会很有趣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。小组学习确实很有效。此外，它还能为我们的实践增添社交元素。没错，它还可以激励每个人进步。我已经能想象到我们一起玩耍、一起欢笑的画面。想象一下与他人分享音乐的快乐。偶尔出现的幽默错误只会增添乐趣。没错，一个走调的音符也能带来欢笑和创造力。我想每个音乐家都有一段有趣的经历可以分享。没错，每一次错误都是进步的一步。那么，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尽快成立一个小组呢？第15课，澄清困惑。我理解您对文件中该条款的担忧。是的，我同意。有些方面确实不太清楚。请问您能否具体说明一下，您觉得哪些部分难以理解？当然，第一句话在责任方面似乎有些含糊不清。我明白了，他没有明确规定谁该为此负责。没错，应该更明确地规定各方的义务。这说得通。那么条款中提到的时间表呢？时间线也不清晰，缺少具体日期。你说的对，没有日期就很难做计划。此外，未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后果也没有明确规定。这可能会导致日后产生误会。正是如此，清晰明确对于法律协议至关重要。您建议对某些章节进行改写吗？是的，我认为简化语言会有很大帮助。好主意，我们应该力求措辞简洁明了。这样，每个人都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角色，不会产生任何困惑。我们一起起草一份修订稿吧。我非常乐意，合作往往能带来更好的结果。我同意，让我们确保每个细节都清晰准确。
清晰的沟通有助于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纠纷。没错，明确的条款是任何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谢谢你和我讨论这件事。这是我乐意之至，我们携手合作，定能使这份文件更加完善。第16课，新的责任感。我们的团结似乎取决于公民的责任感。我完全同意，这对于一个繁荣的社会至关重要。确实如此。你认为新的责任感包含哪些内容？我认为这需要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及其影响。当然，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我们的社区和环境。是的，我们必须跳出自身局限，为子孙后代着想。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观点。我们该如何鼓励这种思维方式呢？教育至关重要，我们需要从小培养公民参与意识。当然，学校应该教导学生参与的重要性。此外，社区还可以组织活动来促进参与。您设想举办哪些类型的活动？或许可以举办一些关于环境可持续性或公民责任的研讨会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人们常常需要一些实际的指导。没错，它可以激励人们采取行动。责任也意味着要追究领导者的义务，不是吗？没错，我们必须要求官员们做到透明和诚信。这也要求我们成为知情的公民。没错，在这个新世纪，及时了解信息至关重要。社交媒体似乎在这里发挥了作用。当然，它可以提高公众意识，动员社区力量。但我们也必须警惕虚假信息。当然，批判性思维对于评估信息来源至关重要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激励其他人加入这项事业呢？以身作则，我们的行动可以激励变革。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想法，让我们致力于成为负责任的公民。第17课，疾病的影响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欧洲的疾病会对当地居民造成怎样的影响？是的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话题。像麻疹和天花这样的疾病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。许多人认为这些人口会彻底消失。这种想法令人担忧，其后果是悲剧性的，而且影响范围很广。的确如此，生命的逝去改变了整个文化和社区。想想都令人震惊，这些疾病传播速度太快了。他们做到了。由于缺乏免疫力，许多人无法生存。这不禁让人思考，如果没有这些疾病，历史将会多么不同。没错，不同的文明可能曾经繁荣发展并相互交流。
这既令人着迷，又令人心碎。幸存者的坚韧令人钦佩。是的，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讲述和铭记。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从过去吸取教训。当然，我们必须正视成功和失败。我们应该确保将这些经验教训传承给子孙后代。是的，教育在这种背景下至关重要。我同意，这能增强人们对历史的欣赏能力。或许我们应该更频繁地讨论这个问题。我会很乐意去探索。人类的历程中有太多值得探索的东西。我们可以一起深入探讨各种话题，不断学习。让我们抓住机会，展开有意义的对话。的确如此，每一次讨论都能开启通往理解的新大门。第18课，选择的困境。谁该生，谁该死？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。的确如此，它引发了许多令我们困惑的伦理难题。我想知道，究竟是谁有权做出这样的选择？这是一个关键点。事实上，这在社会上经常引发争论。是的，辩论社经常探讨这些严肃的话题。确实如此，它能让人们探索不同的视角。听到关于这类问题的不同观点，一定很有意思。当然，有些人认为每个生命都具有价值，无论其境遇如何。其他人可能会根据对社会的潜在贡献来决定优先顺序。我想，这可能会引发激烈的讨论。的确如此，当个人信仰受到挑战时，情绪必然会十分激动。对待这类辩论，必须秉持尊重和开放的心态。没错，倾听不同的观点可以增进理解。但有时，问题过于复杂，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。是的，而这正是哲学常常发挥作用的地方。哲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生死抉择的道德性。他们提供了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框架。然而，将这些框架应用于现实生活中却充满挑战。没错，每个案件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且往往充满灰色地带。那么，你认为这个问题有正确答案还是错误答案呢？我认为这取决于个人价值观和文化背景。这是一个明智的观点。伦理道德可能相当主观。或许关键在于促进富有同理心的讨论。是的，这样做，我们可以互相学习。归根结底，这关乎理解我们所做选择的分量。